朋友们，《道德经》里呢有一句话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什么意思呢？人活着呢要靠地，我们吃的食物需要土地来养育。那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？是山川还是河流？这些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天气。常年不下雨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戈壁和沙漠；气候温和的地方可能就是森林；常年下雨的地方可能就是湿地、湖泊。所以地要顺天。那天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老下雨？为什么在一个地方老干旱呢？为什么总在一个地方要刮风呢？天法道，它取决于道的安排。那道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？道法自然，自然不是自然界，自然是本来的样子，所以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一旦活成本来的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道。所以当我们在道中的时候，再回到天。大家可以看到古代有些求雨的，有些地方作恶的，那么求雨的只要心诚，可能这个地方就会下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诚则近于道，道想在这里下雨当然可以下。那为什么有一些作恶多端的地方会出现一些灾难？因为它偏离了道，所以自然就是自动然也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去寻找那个道，我们只是关注着或者说注意着自己不要偏于自然。那什么叫不要偏于自然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活出真。真的从来都不受威胁，被威胁的可能还不够真。如果是真的，从来不怕被误会，真的也从来都不怕被检验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以把那些解释、躲避、徘徊、纠结的这些力气呢，全省下来去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去做真的事情，去做真心的、无愧的、不后悔的、不内疚的事情。由此你会发现生活就开始变得简单起来，你不需要再费很多的力量去解释、去掩饰、去涂抹、去逃避。所以我们每说一次话的时候要说真话，做真事，然后你就会省很多的无用功。所以要做一个真人。一个谎言需要千万个谎言去圆它，去诠释它，去涂抹它，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谎言。做真人的成本是最低的，也是成效最大的，也是对于生命而言最简单的，也是对于生活而言力量最强大的。但是它最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头脑有时候不让我们做真人，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去委婉世俗，委婉世界，认为这样做才是好的人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，你想做一个这样的人，但是有一股力量不允许，那我们该怎样做呢？正所谓去假就是真，去恶就是善，去短就是长。说到长短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做真人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掩盖我们的短处。讲到这里呢，我突然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，就是大家认为决定一个人虔诚的是什么？如果我说是他的短处，你会认同吗？我们上面说去短就是长，那什么叫去短呢？很多人以为去短是改正自己的缺点。如果去短是改正自己的缺点，那我们会发现一身的缺点。当我们发现一身的缺点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会是喜欢还是讨厌呢？六祖慧能大师的《无相颂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，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贤。什么叫护短？就是不能直面真实的自己，以至于不能成贤，不能成圣，哪怕生气了也不承认自己动气，试图袒护隐藏自己的心理动态。我们经常会说自己特别讨厌自己的坏脾气，特别不喜欢杂乱的思想，但是当对镜的时候，却又不能真诚地承认，你抗拒的会永远的存在。
你接纳的会很快的消散。所以护短看似是不承认，其实是抗拒承认。就拿情绪来说，当你抗拒承认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让你的情绪自然的流动，不能自然的流动就不能自然的流通，不能自然的流通就不能自然的消散。比如你生气了，然后呢就不承认，那你是不是要表现出一个没有动气的样子？当你表现出一个没有动气的样子时，就是在护短，护心中之短。所以慧能老师说，护短心内非闲，怕就怕在我们不承认。举个例子，大家就能明白了。比如说，天空是你的心，乌云呢是你的短处。然后你明明看到天上有乌云，或者明明感受到天上起了乌云，但是你跟天说你有乌云，请问天是死咬着说没有乌云会更容易让乌云消散，还是说他也承认确实有乌云更容易让乌云消散呢？这个消散不是我们直观上说的乌云散去，而是乌云不挂碍天空，或者天空不被乌云挂碍，就是不再挂碍我们的心。我承认它有，但是我也允许它在。所以短处它本身不是一个可怕的问题，它的可怕基本上有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就是死不承认，就是明明有一片乌云，但天空就是不承认。请问不承认就会没有吗？不承认恰恰就是不断的掩盖。那么不断的掩盖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断的留住乌云，这是一个极端。第二个极端就是特别不想要它，特别不想要这片乌云，想极力的给它推开。然后这个跟刚才看似表面上掩盖的动作不一样，但事实上对于乌云来讲，都是执着留住它。而真真正正的让我们不被乌云困扰和左右的方法，就是如实如是的承认它，同时不被它挂碍。我不推它，也不拽它，让它在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在上台演讲的前1分钟，发现自己的衣服上有之前吃饭时不小心溅上去的污渍，一时根本去不掉。这个时候，请问污渍怎样才能不影响你的演讲？特别简单，就是让它存在，你该干嘛干嘛，明白了吗？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。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，就是有一些人呢，可能在身体上有点小缺陷，于是呢，他就在另外一方面非常的下功夫，可以说用尽常人不能用的力量，然后去发挥他另外的一个通道。后来呢，他很快在他工作的地方做到了一定的位置，但是当他真真正正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又开始抗拒，我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？那于是呢，心生焦躁，然后痛苦不已，甚至还想到了很极端的一些想法。他没有想过，自己为什么能在这个通道独树一帜呢？因为只有在这个通道里面才能优于人。因为我的样貌不是很漂亮，所以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善良。因为我的个子不是很高，所以我要拿出我另外一个温柔的优势。所以他现在的收获，恰恰取决于他的短处。我们人生在世呢，多数人是想功成名就，多数人是想生活的富足，多数人是想有钱又有时间，多数人是想过比较丰润的日子。于是呢，千方百计想要让自己跳得更高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想要跳得高就要靠弯下的腿。决定一个人前程的，恰恰是我们最差的那一面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世俗里面，但凡有一点点造诣或者成绩的话，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来源于因为在某一方面不行，所以一定要在另外一方面有所建树？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极端，什么呢？就是我因为在这方面不行，所以我就定义自己是一个不行的人，
所以当我们有些异样或者有些不足的时候，会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可以化之为动力，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在哪跌倒就在哪躺下。这两种选择，前者可能路途要崎岖一点，后者可能眼下要舒服一点，但是不管怎样选择，别人都做不了你的主。有一句话说，普通人根本没有迎接苦难的福报，苦难不会给普通人。注意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上帝不会给任何一个人背不动的包袱，只要给你的一定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，你压根都背不动的不会给你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你认不认他是来让你提升的，你认你才能领取这个资格，你不认就还和刚才一样，在哪跌倒就可能在哪躺下。所谓的苦难，它是一步一步的往高处推你，如果你不认，那对你来说它就是苦难；如果你认它，就是通关的关牒；不认它就是关卡。那有人可能就说了，我认了怎么通关呢？你认了当下就过关，不信你感受一下，你认了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是不是无恐怖、无烦恼、无焦虑、无挂碍、无有事情？这几个无它是什么？这几个无就是我们的心，一认就回到了你的本心，你回到了本心，不就是通了关了吗？所以叫认即了，不认则不了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受了受了，一受就是一认，当下就了；受不了不受，那就是不认了。那不受不认，永远不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